我操！想想办法干他一炮！这么多的观众为我加油，真的，我作为一个家乡人，我特别的自豪，而且特别为我们家乡骄傲。杨建平绝对是中国人的骄傲，因为在比赛中下手太狠，导致被日本人终身禁赛，所以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。无知且狂妄的日本狂人朝杨建平吐口水，甚至他们还群殴台上的选手。杨建平冲上擂台理论，一个过肩摔，一个转身踢，帮倒下的中国小伙复仇。还有的日本选手更缺德，他们在发布会目中无人，恶意推搡杨建平，想要偷袭。虽然被现场的工作人员拉开，但杨建平中华虎的称号可绝非浪得虚名。在这场比赛中，发挥出200%的水平，断头台险些掰断对手的脖颈，引得现场观众一片叫好。但杨建平心中更明白，试图让他们进化成人是痴心妄想，自己唯一要做的就是在擂台中杀伐果断，霸道的手段让日本选手叫苦不迭。各位老铁点赞支持中华虎杨建平。接下来给大家带来3场杨建平暴揍日本选手的比赛，一场比一场精彩。第一场比赛是由杨建平对战谷山文龙，日本选手在对视环节龇牙咧嘴，显然把杨建平当成了病猫。比赛开始之后，杨建平猛冲猛打，把这个身上乌漆麻黑的家伙逼进墙角，随后用打狗棒法尽情输出。真没想到这个家伙不仅文龙画虎，甚至敢把睁眼关公纹在背上。眼看自己被杨建平暗地羞辱，谷山文龙显然不愿坐以待毙，可不管他怎么挣扎，却始终都无法逃脱杨建平的上位压制，就像是大人教育小朋友。中华虎大战机器猫一般简单，谷山文龙被杨建平起脸嘲讽，随后杨建平下位进攻，试图做出足跟勾的裸脚。这个逆霸，这个是对方喜欢做的逆霸。虽然没掰断比较可惜，但杨建平就像是鲁提辖大战林黛玉，按着对手肚子就是一个空翻，随后用从上至下的砸击，拳拳直击面门，缔造出抗日擂台的又一个神话。10个，有了，降服了，好，滇军10步。杨建平果真霸气十足，只是略微发力就已经是谷山文龙的极限。然而杨建平下一场比赛下手更狠。第2场比赛，上山知晓挑战杨建平。上山知晓具有12年的职业拳击经验，赛前就敢对杨建平挑衅，声称把中华虎杨建平的胡须拔掉，然后当作自己饭后的牙签使用，并邀请了美国的专业教练针对性训练。其目的说白了就是要让杨建平颜面尽失，给他们日本选手报仇雪耻。梦想是很美好的，可白日做梦就要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杨建平发誓要让对手躺着被抬出场馆。其实上山知晓早就制定好了偷袭的计划，开局就是一发王炸。我是现场解说中收陈佩，我是昆仑决的宋宇杰，我是昆仑决小布。比赛开始上来就是一个飞踢。上山知晓的胜负欲望很强，杨建平心想取消了碰拳环节很好，省得脏了自己的手。反观上山知晓则攻势十分凶猛，完全就是放手一搏，而杨建平丝毫不为所动，而是准备狩猎这只傻狍子，眼睛死死盯着上山知晓挥舞的王八拳，瞅准时机就将对手按倒在地。起初顽强的上山知晓试图反抗脱困，殊不知他再也没有了起身的机会。杨建平就像饿虎扑食，死死拿捏着上山知晓的上半身。上山知晓看似聪明，试图用翻滚脱逃，结果却恰恰把脑袋送了出去，直接让杨建平拿到了断头台的把位。众所周知，断头台一旦成型，上山知晓除了拍手投降别无他法。不过这家伙还算顽强，最终直接被搅晕跪地。杨建平的比赛观赏性极强，再次让抗日奇侠的称号熠熠生辉。反观上山知晓则气息微弱，在10多个工作人员的帮助之下，仍旧没有了站起来的力量和勇气。老铁们过不过瘾，带不带劲？下场比赛更精彩。日本选手连续惨败，他们的拳王再也按耐不住了，让日本选手做个自我介绍。此人就是日本拳王孤山信，穿着日本武士道衣服赶来中国打比赛，甚至还对着杨建平做出抹脖子的手势。我看他们是扯着老虎尾巴喊救命，找死，甚至比赛前就想真刀真枪干一场，你若战我便战，华夏子女千千万。杨建平人狠话不多，比赛中再次缔造抗日神话。
比赛一开始，杨建平没有虚情假意的试探，而是直接拦腰将对手摔倒。但是不得不说，孤山信的比赛经验丰富，甚至在扭打当中短暂拿到了断头台的把位。然而杨建平就是要让他知道，不仅老虎的屁股摸不得，老虎的脖子更是杨建平的逆鳞。翻身拿到背部，二话不说就是一顿锤。可以打背啊！这是他利用的使，又被压平了。又再一轮的地面砸击，对，有没有裁判会被这个时候终结比赛呢？现在还不会，这个孤山信还在挣扎，而且在翻转。对，十字固，好，准备十字固。现在这个准备十字固，这个杨建平准备十字固，翻转过来，不知道有没有？孤山信防住了。十字固虽然没锁紧，但千万不要小瞧杨建平，再次从武器库掏出大杀器，后背裸脚同样是致命的招式。手没有后背裸脚，但是是挂在了下半场，但是我们看不太清楚，到底有没有呢？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裸脚。好，已经有了，杨建平赢了。再次 KO 终结拿下和日本拳王的比赛，现场的中国观众真是有福气，能看到这么振奋人心的画面。其实不管日本人对杨建平终身禁赛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永远都会支持杨建平，欣赏他对日本选手杀伐果断的英姿。老铁们认为杨建平的比赛精彩吗？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